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24号，早上起来，比特币多单是继续数钱啊，包括狗狗币的多单目前也是在数钱，希望家人们每天都有利润可以数。那么今天再来讨论一下，现在这个位置，比特币是确定要继续建构吗？还是说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啊？因为昨天程序的一笔多单，如果有开的朋友，27000，我是建议朋友们你尽量短线快一点，可以平掉一半，留一半的话可以继续抱，因为位阶不对哦。如果是在这个位置，当时有开的多单，我也是跟朋友们讲，你一定要给我报未来，它是空间跌得很低。但是现在是在整理的结构，包括昨天晚上，其实这2天以太坊的多单程序跟空单的程序，这2天也是非常的爽啊，$1830给了一笔空单建议，前面是在1000G哦，就这2天，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就是箱体震荡，你不然就这个矩形高位跟这一个矩形低档可以做多。空单的话，我是不建议你去做，因为目前整个趋势还是一样，它整个方向是向上的。或者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现在美元是在崩盘的情况下，美元有没有可能破新低？如果比特币这个位置整理到位，往上去突破，如果我们参考前面的这一波上涨跟这一波上涨的一些量价形态，主力到底在想什么？它是不是在这里？还是说如果29K 突破，下一个目标位在哪个位置？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吧，因为上一次在这根 K 线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个插入线，当时也是画了这个图形画了很久，到现在的话感觉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一个走势在往下跌啊，因为它整个中线趋势全部都是向下。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就是去年的时候周线也是在跟大家猜测整个美元指数2005年5月份或者是这个位置2006年，它这2个低点连起来一条倾斜的压力线是在09年的这个位置过不去，包括这个15年的这个高点也过不去，然后17年的这个高点也过不去，22年的这个高位是猜中在这个位置，目前它就是一个空方的趋势啊。那短线这个位置，美元指数短期会不会破这个点位？现在看到这个现象是，它短期有一个插针的 K 线，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会震荡。所以最近我的观点也是一样，比特币，如果我们看美元指数，它现在是在走空，目前的利率已经是来到5%。不排除美联储下一步会停止加息，甚至未来有可能会降息。早在去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预期有可能未来美联储肯定会降息，包括整个比如说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前面在高位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10年期国债跟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它倒挂的距离是有可能就是一个极限。现在明显的观察一下，10年期跟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都是在往下跌，所以不排除有可能就是预期未来美联储那边是要降息。那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最近的整个技术形态啊。首先有一点，昨天是有跟大家提到，币安不是有可能要开始收取比特币交易的手续费，所以最近币安的整个成交量我感觉参考性不大，我们尽量就看比特币对美元指数的，而且从价格可以明显的观察，比特币对美元的价格其实是比比特币对 USDT 的价格更强势啊，它的价格是更高，说明也是美元是在走向没落。那我的观点是我们观察一下短期的技术形态，我估计有可能就是箱体震荡，至于它会不会挖坑，有些朋友也是在探讨，不一定会再来到这么低的一个位置啊。当然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的朋友，我的观点是你可以留一部分防一点，它有没有可能再踩，也就是前面的1年多的这个$25,000左右的这一个高点跟这个高点的极限位置。那我们观察一下这一波最强势的拉升的几根 K 线，1根、2根，这3根是不是最强势？那最大的一根量其实是就是在这一根上影线的位置啊，就是这一根它上影线的高点，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我估计有可能这个位置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你如果真的有在这个位置开多单，我的观点是你可以平掉一半，然后留一半。目前我的观点，防守位你还是在这个27000，除非它下一步如果突破，你的防守位可以设在这个28000附近啊。那我们看整个拉升的形态，主力最明显的表态，也就是最大的量呢，是在这3根。那前一波1月份的低点起来的时候，比特币主力最强势的拉升是在这3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大的一根量其实是在这一根，后面它压回的低点有在破
这两个吗？这两个是没有破，我们可以拉一个直线去观察，它基本上是这一根的高点都没有来到，是在这一根左右，它压回的一个低点是在踩这个位置，因为前面大量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区，所以这次我们也尽量观察。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如果这个位置能守住是最好，如果它这个位置整理一段时间，万一是守不住，我们尽量要去观察。它真的这个矩形要破的情况下，大约也就是这一个整理区的高点是有很重要的一片支撑区，大约是在$25,500附近，因为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主力很明显的表态，它就是把前面的筹码洗到位，然后在这个位置非常急的把整个价格就拉到这个高位，因为基本上已经筹码洗得很充分，而且空间也洗得很充分，它拉起来就是主力的意图啊，跟前面的一样，就是这个位置也是洗到位，非常强势的赶快拉上去，因为根本就不给那一些空方的或者是一直在看空比特币的那一些空头机会啊。现在又拉上去，很多人也是在问，没有听我的建议，到现在的话，如果真的要买的话，我的观点是你现货该买还是要买，因为毕竟比特币历史上能大涨都是几十倍或者是300倍的涨，目前如果15000跟这一个28000来比对，它1倍都还不到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这一个均线图啊，其实很明显观察一下，现在所有的均线全部都是多方排列的结构，20均线、60均线、120均线、250均线。它短期的均线组全部都是站在这一个长期均线组，也就是这一条250均线，非常重要的一条牛熊长达1年的一个成本线，价格是在这个上方，所以我的观点，整个中长线不用去管，有压回，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一定要买。只是整个短线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一下。这2天是有跟大家讲，其实这一条5MA 还是谈不上一个支撑跟压力。如果这个位置它还是在举行震荡，目的为了什么？因为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我们拉进来观察，就是这一个整理片区，它是有一片空间的压力位哦。如果我们拉长一点来观察，也就是去年22年的5月份，连到这一个21年的6月份，以及在21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整个市场就有预期美联储要开始降息。就是这一个29000的一个区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位，有可能目前在震荡，是不是为了继续洗盘，也是不排除有可能。当然它如果过了29000，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一个目标位，有可能$32,000是很重要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目标位，到时候看会不会继续震荡。然后还有一点，上一次不是有跟大家讲吗？强势的结构，它这个 KD 连这个黄色的低值都来到这个80上方。那以前有跟大家讲过，比如说上一波1月份的这个走势，它这个 KD 值来到80上方，根本就不给调整的机会。什么时候开始调整？就是说它这个矩形开始调整，或者是甚至破这个矩形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这一个低值它也要破这一个80。所以目前没有看到这个低值破80。什么时候如果要进行一个类似这种中线的调整，或者类似这种中线的调整，我们这几天去留意一下，它如果还要缩量的情况下，这个 KD 指标不要回到这个80下方。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前面比特币这一根下跌的一个大量，它是昨天利用少量的资金，没有超过这个大量，又把这个价格现在给收到这个28000上方。那昨天是有跟大家提到一个观点，我估计这一个量不一定是主力在出货的量，因为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币安是要开始收取比特币交易的手续费，有可能就是很多市场的资金，它是在看消息的时候，感觉是要下来的话，然后突然间就来了一个盘中的灌压，有可能就是散户是不是在踩它？我们要去思考一下，4个小时里面，确实也是没有看到整波上涨，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是不是一个空方的量？我们可以先暂时忽略不计啊，有可能目前还是在这个位置箱体震荡，因为这2天也是接近周末。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以太坊的整个走势啊，其实在高位它是不断的什么空方吞噬、多方吞噬、空方吞噬又多方吞噬，这种盘子要怎么搞？如果要短线的话，我的观点你尽量以这个箱体震荡来对待啊。这个矩形的高原位置大约是在$1840附近，也是有讲的有几天，因为不断的上影线都是在测这个压力位，主要是连到去年的几个位置，它在这个高位有一个压力区。因为这边有一个下降三角，
它目前可能也是在震荡，为了下一步是不是要去突破，我们要去留意突破的时候，到时候必须要放量，包括比特币也是一样。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狗狗币也是一样，其实整个趋势是出来，它只是短期这整个矩形的形态，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是觉得是不是一个什么头肩底，但是我的观点是在空间的低档你不用去参考，有可能就是整理的形态，它这几个压力位是有压力，我们先观察一下，短期是有量包括它突破的时候应该也是要放量才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